我穿书3年，一手提拔起未来的反派男主，本以为早已撕掉炮灰女配的命数，却在大婚当日，反被他将我们全家下了大狱。可他不知道，我脑子里还有半本没翻完的剧本。给我动手！傅景恒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苏小姐是个聪明人，何必装糊涂？苏家通敌，抚慰，尽数拿下，押入大牢候审。通敌？傅景涵，你莫不是疯了？你的证据呢？老爷，夫人，给我站住！一个不许放走！爹，娘，3年了，我穿进这本乱世枭雄录，整整3年了。我靠着脑子里那本现成的剧本，一手一脚把苏家马奏里的一个无名小卒捧到了临安侯的位置。我满以为自己已经把炮灰女配那4个字从命数里抠了出去，结果到头来，我亲手喂大的这头狼，转过身一口咬上的，就是我和我整个苏家的咽喉。禀侯爷，苏家36名府尉已悉数拿下，苏老爷、苏夫人也已经下了大狱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再说一遍！听不清吗，妍妍？你的护卫被擒了，你的爹娘眼下都在我的掌心。哎呦，我说今儿这婚事怎么处处透着邪性？感情侯爷是请我们来吃一桌亲逆党的喜酒。一个家族获罪的女儿也好意思肖想侯府正事？侯爷今日可让她披这身嫁衣进门，已经是天大的体面了。侯爷如今乃是朝堂上的新贵，这门亲事自然要好生掂量，可不能糟蹋了。傅景恒，我把你从苏家那个破马厩里拎出来，一步一步送进这侯府正堂，你就是这么报答苏家的？报答？苏燕，你听清楚了，我傅景恒自打落地起就不是池中之物，这条命从来没打算给谁低一辈子的头。你每天高高在上的样子是做给谁看？仙言，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挑今日下手吗？究竟想要什么？今日这一过，你就是我父明媒退调的弃妇，往后哪条街上都没你抬头的份儿。我如今头顶侯之官，你苏燕一肚子心眼，满脑子算计，这副心肠，配得上我父的门楣吗？这世上能站到我身边的人，只有一个。景恒哥哥，我手握整部剧本，夫婿被刺，全家下狱，我都没慌。可直到本该远在300里外的白莲溪出现，剧情彻底脱轨了。哎呦呦，白莲溪，怎么是他？绝对不对，这会白莲溪应当还在300里外的青阳镇守着花摊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冒出来？这是什么走向啊？苏燕，事到如今你也该明白，我儿如今的境遇已与昔日在苏家天差地别。你们都瞧瞧西西，这丫头可是江南白家正经的后人，白家眼下虽说败落，可这孩子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，性子又柔顺，知书达理，这份信性才是侯府需要的。伯母，西西这般家败人散的处境，哪还有脸面把白家2个字挂在嘴边？江南白家嫡女，太傅之后，她不是贫家孤儿吗？白家嫡女，白姑娘，你这身份敢拿到衙门里去对一对吗？苏姐姐，西西如今孑然一身，本就连个能作证的人都寻不出来，姐姐为何还要这般苦苦相逼？苏燕，西西这模样，这做派，谁不夸一声大家闺秀？只有你这种心眼歪的，眼里看谁都觉得是揣着别样的心思。苏氏这是走投无路，逮着谁就想咬一口呢。景英哥哥，西西心里明白，自己这身份哪够得上你？可苏姐姐方才那副要把西西生吞了的模样，西西实在是好怕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。他护得这般顺手，这般驾轻就熟，这2个人之间的牵扯，绝不止1日2日。景琛哥哥，苏姐姐这肚子里的心眼数都数不过来，手上又攥着这么多隐秘，西西就怕哪一日她寻着空子跑了出去，不如趁早发落了她。好一个白莲溪，感情这本书里的女主也不是吃素的角色，表面上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可怜样，转过头就敢往傅景航耳朵里塞催命的刀子。来人，把他押去西院，单独看管，不准伤他一根头发。景涵哥哥到底是心慈手软，只是西西有一处实在想不通，为何不……西西，乖，想要他的命，时辰还没到，他身上还揣着我志在必得的东西，东西没到我手里之前，他的命还得留着。
想跑？这院子里外3道岗，西跨院偏在角落里，你堂堂临安侯，不去守着那位娇滴滴的白姑娘，跑这种鬼地方来做什么？妍妍，我不跟你绕弯子，东西交出来，我留你爹娘一条活路。什么东西？你的秘录，那只能窥见日后的秘录。秘录？那不过是我当年随口逗他的一句玩笑话。小姐，您是怎么算到下个月会有兵乱的？偷偷告诉你，我手里头有一本秘录，能看透天机。景昭，这是咱们俩的秘密。多谢小姐相告，景恒此生必不负小姐。他还当真了，这傻小子。原来打从那一刻起，他惦记的就是这本压根没影的秘录。原书里，苏父苏母是被我招来的刘肥害死的。我穿进来这3年，爹娘被我保护的密不透风，我满以为他们的死局已经被我抹了。原来真正的刘肥一开始就睡在我枕边。傅景恒挑这一日动手，根本不是冲着羞辱我，他算准了，全天下也只有今日，爹娘会卸下苏府的护卫，亲自踏进侯府观礼。到头来，亲手把狼眼进门的，竟然是我自己。想明白了，燕燕。傅景恒，我手里压根儿没有什么秘录。苏叶，你拿我当3岁孩童哄？这些年你料事如神，没有秘录，你拿什么算？我能怎么解释？说我是从一本书里穿进来的，说这些事原本就一笔写在书里，他会信吗？他只会以为我是在拿这些胡话糊弄他。傅景恒，真话你不愿听，我还能拿什么给你？好，苏颜，你不愿松口，那我陪你耗。你哪天把秘录递到我手上，哪天就能见到你爹娘。在那之前，你多挺一天，你爹娘便在牢里多熬一天。2位老人家这把年纪，又能熬得过几日？傅景恒，你做下这些事，就怕老天爷收你！你慢慢想，我有的是耐心。好你个傅景恒，我花了3年把你这滩烂泥糊上墙，你转身就拿我垫脚，剧情连一半都没翻过去，你就急着卸磨杀驴，真当这天下是你一个人的期盼？照着原书走，真正的龙傲天男主眼瞧着也该登场了。原书里的真男主萧燕，可眼下他人却远在北京。这呆子上个毛错都能上半个时辰。哎呦，头儿，你踹我干啥？让你去就回，你倒好，蹲那生根了。我都蹲这半个时辰了，蚊子都喂饱几波了。哎，头儿，我刚在墙角听见个大热闹。今儿这临安侯府本来是娶新媳妇的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新郎官没拜堂，反手就把老丈人丈母娘给绑了，连新娘子都不知道塞哪个犄角旮旯去了。这豪门大户的事儿比咱过年杀猪还热闹。哎呦，头儿你又踹俺！豪门的鬼热闹关我们啥事？你还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吗？当然记得了。3县的赈灾粮拖到现在都不发，他侯府倒是风风光光娶上媳妇了。傅景恒这人野心比天大，我猜他是拿了赈灾粮养私兵，3县百姓还在饿肚子，他却拿救命粮养私兵，这等贪官不告倒他天理难容。只要咱们找到他贪墨的证据，一纸状子告到御史台，看他还怎么得意。大牛，咱们分头行动，你去东边，我去西边，手脚轻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头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俺也算是个练家子。行动。小大牛，手脚能不能轻点？意外，俺先去东院了。抓贼呀！不妨进贼了！小大牛，你个呆子！这破院子守得这么严，应该就是傅景轩的机要重地。算了，大牛，你先撑一会儿。站住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喊人。哟，我说西跨院咋守得跟金库似的？感情这儿藏着的就是那位丢了的新娘子。萧燕，不对啊！按照原书设定，这个时间点，他应该刚被官府抓壮丁，在北京军营当大头兵啊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落草为寇？看够了，我可不是来杀人放火的，
就是来找点东西，跟你没啥关系。可巧了，老子走错路了。剧情已经全乱套了，白莲溪提前出现，傅景和违背人设，现在连萧燕都不在该在的地方，没时间去琢磨为什么了。这是唯一能救爹娘的机会，错过就再也没有了。你干啥？带我走！什么？我说，你把我一起带走吧。姑奶奶，您松手，我真不是来打家劫舍的。我知道，3县赈灾粮被傅景恒贪摸，养了私兵，你今夜来就是为了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你今夜既然摸进了临安侯府，就说明你不怕傅景恒。我费尽心思潜入侯府，别账本没找出来，倒是把人家媳妇儿拐出去了。傅景阳不得跟我拼了，这算什么？马屁话少说！你松手！你跟傅景生一个屋檐下住着，你俩闹别扭，可别拉上我。萧公子，您今夜若不带我走，我便是死路一条。有刺客夜闯此处行凶，门外守卫尽数昏迷，我一弱女子留在此处，明日侯府必将这通敌的罪名再坐实在我身上，出了一死，我还能如何？这古代女人是真惨啊！被人闯了房，自己反倒要赔上一条命，这什么破世道？救一个是一个吧，又不是没干过这种亏本买卖。行，带你走，别哭了，哭得我心烦。多谢好汉。这姑娘眼泪说收就收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我贼呀！他往西边跑了！萧大娘，你个歹子！头儿，你是没瞧见，夫妇那院里养了3条大黄狗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獠牙这么长，那3条畜生一同扑上来，要不是俺功夫了得，今儿可就被啃成骨头架子喂狗了。头儿，你说这景恒当了侯爷就是不一样，养3条狗看门，那书房还有库房里3层外3层的守卫，俺刚翻进去就暴露了，只能随便抓了一把字纸塞进怀里，应该也顶用。这一下俺也算替天行。头儿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头儿，你就是再想娶媳妇儿，也不能把人家姑娘带出来呀！萧大牛，咱俩在上山那会儿，老猎户教咱的规矩，头儿你忘了？咱是行得正、坐得直的猎户，不是那见人就抢的山贼草巢。你先听我。头儿，你今儿是不是脑子被汪汪咬糊涂了？咱们摸进来是为了找账册，找能告到御史台的铁证。你把人家姑娘带出来算怎么回事？大牛，姑娘你别怕，俺萧大牛今儿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俺们头儿平日里不这样的，他就是今儿邪了门了。头儿，这姑娘咱必须送回去，要不这事儿传出去，咱哥俩在山里还咋抬得起头？哎呦，他是自愿要同行的。什么？自己要跟来的？自己跟来的？哎呦！老夫人，确定没有可疑之人的踪迹了，应该是已经走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么些人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抓不住？去，快去，把箱子都拉出来，清点清点。我的玉镯子、翡翠耳环、琉璃屏风都坏没坏？赶紧去叫侯爷，再多叫几个人，把这里里外外的院子好好看一看。老夫人，您先歇歇，侯爷正在前厅议事呢。跪下，让我儿子赶紧把那群贼人给我抓回来，统统关进大牢。景恒哥哥真是惊魂，你也累了，先歇会儿吧。西西别怕，有我在。禀侯爷，清点完毕，金银未缺，名器未损，但是书房里的一些信件，还有……说，西跨院苏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西跨院2名守卫被袖箭毒晕，房内只剩下凤冠匣旁，人不见了。秘鲁还没拿到手，他跑了。今夜闯进侯府的是什么人？回侯爷，
动手的人身手利落，有备而来，像是山匪。山匪入府，金银不动，名物不取，只带走几封信件和我的新妻。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山匪？可追查踪迹，那伙人确实是往山上去了。信件被取走，绝不是山匪所为，是他，是苏燕。他从一开始就没把东西全交出来。今夜这场火，这场劫，是他替自己留的退路。信件倒也罢了，若是那件东西落到旁人手里，林安拯就要换天，我绝不能让他跑掉。调集全部抚卫，加上临安卫所3000人马，连夜搜山。我要见人，必须把苏小姐给本后救回来。是。救回来？他动这么大干戈，就为了一个苏燕？景静哥哥，听说今夜动手的是村子的草匪，那群人凶残无比，苏姐姐落在他们手里，怕是难以脱身了。你冒这么大风险去寻他，万一连累了你可怎么好？何苦呢？儿啊，西西说的对，那苏燕陷入是非之地，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你犯不上为他劳师动众。儿呀，幺娘说这就是天意，这桩亲事本就该另做打算，你正好名正言顺娶西西为妻，何必瞎折腾呢？娘，西西，你们都不用劝。苏燕必须活着回到我手里。难道他对他根本不只是利用这么简单？传令，3000人马连夜搜山，谁敢放走一个村子的人，自去认罚。头儿，是文婆婆。文婆婆，这么晚了，您和大伙怎的还不歇着？你这孩子去做这等凶险的事，我们哪里睡得着？一直在村口守着呢。就是，京城哥，听说你要摸进侯府，俺们心都吊在嗓子眼。平安回来就好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文婆婆，您就放120个心吧。俺跟头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傅景恒那破侯府，俺们进出跟自家后院似的。那院里3条大黄狗，獠牙这么长，被俺一脚一个全撂趴下了。哦，我怎么记得是你被狗追得满院子跑？头儿，你揭俺老底儿干啥？这位姑娘是？苏燕见过婆婆，路上顺手帮了一把带回来的，事情有些复杂。婆婆，外头风大，咱进屋说。大家都散了吧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值夜的值夜。最近夜里不太平，大家多留点心，别让山林野物进村子。快进屋，快进屋！姑娘看着面善，是哪家的孩子？婆婆，这位是乡县苏家的小姐苏燕。苏家？可是那位老苏大人家的姑娘。婆婆认得家父。认得，姑娘啊，你不晓得，20年前你爹爹还是个年轻的时候当过县尉，那时候他是亲自带人上山剿匪，把那群祸害百姓的山贼一窝端了，咱们这些山下的庄户人家才睡得上安稳觉啊。后来又闹蝗灾，颗粒无收，全村人眼看就熬不过去，是你爹把自家囤的几仓米粮一车一车运下来，挨家挨户的发。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就是那年苏大人那一袋米才捡回一条命。婆婆，这一晃眼几10年没见了，你爹爹他身体还好吗？他身体一向不差，只是早就辞官了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可你爹娘呢？这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跟着京城上山来了？婆婆，我爹娘被人关进了大牢。什么？临安侯给我爹娘罗织的罪名，说苏家通敌，如今苏家府卫尽数被擒，爹娘也被关进大牢。所以今日你们才没拜上堂。正是，3年前他不过是苏家马厩里一个无名护卫，是我爹将他从泥里拔起来，是我一手把他扶上了今日的位置。我以为他会念着这份，可今日大婚之上，他翻脸不认人，绑了我爹娘，为的是从我手里逼出他想要的什么秘录。可是我的手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。这天底下竟然有这种人！苏大人那样的好人，怎么遇上这般白眼了啊？好一个傅景恒，白日里昧赈灾粮，夜里头构陷恩人，这种人，老子早晚要他把欠下的一笔一笔还回来。苏姑娘，你放心日起，苏老爷、苏夫人那条命，我萧燕记在心上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一定要把二老从傅景贤手里讨回来。多谢。好，京晨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。姑娘，你今夜就在咱村住下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。怎么救苏老爷？大家一起想办法。你们俩说说话，我去灶上烤几个红薯。姑娘一路上肯定饿坏了。婆婆不用麻烦。麻烦啥？自家地里挖的，甜着呢。萧公子，这村里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些苦命人，有的是家里遭了难，活不下去的庄户，有的是各地天灾里走散的孤儿寡母，没了去处，
婆婆这些年一个一个把他们捡回来，凑成了这么个村子。山里清静，就是野兽多，夜里也得人守着。这般苦，苦惯了。前些年光景不好，这2年又赶上收成差，一村人互相拉扯着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我也搞过赈灾，也设过粥棚，可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是给傅景恒攒名声，是替他在3县百姓里铺一条仁德的路。真正在挨饿的人长什么样，真正没饭吃是什么滋味，我从来没认真看过。我传来3年，把所有心血都耗在了傅景恒一个人身上，进行着我自以为是的改名，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世间繁华太远，山高水长，我这辈子只盼着这一方水土别再遇风波，灶上的烟能一年一年的冒下去。原书里那个浪荡不羁的反派男主竟说出这样的话，也是原书里的这时候他还在北境为了百姓与敌国厮杀。萧公子，我看你言谈不俗，又有这般本事，没想过去投军吗？投过啊。投过？我早就去过了，在北境待了1年。从前那些奔波本图个功成名就，后来一些变故让我灰了心，退了江湖。然后军籍没了，我四处流落，差点饿死在山道上。是文婆婆把我捡回来的。后来我又在路边捡了大牛那个呆子，再后来今儿一个明儿一个，一来二去就凑成了这个村子。大家伙将就着种种地，打打猎，也挺好的。婆婆常说，咱们这些人啊，都是趟过泥泞过来的，受过苦的人得自己抱团取暖。萧公子，我从前看错了很多事，但这一回我看准了。红薯熟啦！先吃红薯，苏姑娘，账咱们慢慢算。头儿，出大事儿啦！有狼吗？狼进村子了！头，不是狼，是山下。山下怎么了？说人话！虎嘴崖底下乌泱泱全是官兵，黑压压一片，看不到边儿。多少人？赶回来的小五子说，至少3000，打的是林安侯的旗号。反应这么快，这才不到2个时辰。头，那林安侯亲自来了，还在崖底下扯着嗓子喊，说咱们抢了他的爱妻，把我们骂的那叫一个难听，让咱们把人交出去，不然就踏整成座山。头，你昨晚是不是误会了？人家小两口闹别扭，咱们把人家夫人给弄上山了。这下好了，林安侯急眼了，咱真成了抢人家媳妇儿的土匪了。头，你赶紧把那位苏夫人送下山，免得咱还没告发他，3000人马先把咱们给端了。放手，起来！头，你答应我先。大牛，你动脑子想想，昨夜你是不是说林安侯没拜堂，就把老丈人老母娘圈起来了？头儿，您的意思是？这里头有鬼。这傅景恒肯定还藏着别的算计。我去问问苏姑娘。你一夜没睡？惦记着爹娘，睡不着。苏姑娘，不，苏夫人，山下林安侯带着3000人马来找您了。你看看，要不先下山看看？你说什么？傅景恒已经到山下了。虎嘴崖底下正喊着要您回去呢，你们之间是不是真有误会？萧大牛，你嚷嚷个啥呢？婆婆，我刚在灶上熬粥，听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夫人下山，你这是要把咱苏姑娘往火坑里推呀？婆婆，您听俺说，山下那林安侯带了3000人马，非说我们抢了他媳妇儿，我就想着苏姑娘跟他不会闹了什么误会吧？我们要是不把人送回去，他就把我们当山贼给搅了。反正苏姑娘是他心腹，他也不至于害苏姑娘吧？哎呦，你这个傻孩子！傅侯爷要是对苏姑娘好，苏姑娘就不会连夜上山了。再说了，那个姓傅的侯爷为官严苛，怎么可以和苏大人的女儿相配呢？我这不是怕村里人
咱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没偷没抢，住在山里，从豺狼虎豹口里夺食，怕什么？孩子，你别怕，婆婆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就认一条。你爹当年从蝗灾里救下我儿子半条命，今儿换婆婆护你，是天经地义。他傅侯爷别说带3000人马，就是把整个朝廷搬来，也休想从婆婆这把老骨头身上踏过去。3年里，我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傅景和，换来的是父母被困。可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，只因我爹当年一袋米一句话，就敢替我挡3000人。你交出那件东西，我留你爹娘一条命。他对外打着爱妻被劫的旗号，那是给天下下人看的。可他根本不爱我，他只要那件不存在的秘录。苏姑娘，你说你是下堂妇，一个下堂妇值不值得他3000人马连夜追到我山门口？这其中恐怕另有原因。他看出来了，萧公子，不瞒你说，傅景恒要的从来不是我。那是什么？秘录的事不能说，太离奇，他不会信。是苏家，苏家盘踞襄县3代，米行、布庄、钱庄、田产，他要的是苏家这块肥肉，所以他要我永远留在山上。啊！一旦你们今天把我交出去，他对外便可宣称山匪盗掳掠侯府夫人，致夫人下落不明。届时他便有了为亡妻报仇的天大名义，调动10倍兵力肃清整座山。到时候谁是民是匪，只是他一句话的事。甚至他吞并苏家，朝廷不会有半句异议。好深的算计，一石二鸟，吞苏家，杀人灭口。这姓傅的也太坏了！俺是真没想到。萧公子，事到如今，我不会拖累文婆婆。这次危机是因我而起，我必想办法化解。我向你保证，这村子不会少一个人。这姑娘，昨夜还哭得跟个小可怜似的，今早就敢一个人扛事，被3000人马堵在山下，居然还能想着不拖累我们。嗨，这么大个村子，还能没你个姑娘躲的地方？哎呦，头儿你是怎么了？踹我都踹上瘾了！大牛，去招呼村子里的兄弟姐妹，即刻通知所有兄弟，今天不出去打猎了，全部撤回村子。告诉大娘们，也不要出去挖野菜，山口、暗哨、瞭望塔全部加倍警戒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别往外头乱晃，都给我冒好了。得嘞，头儿，俺现在就去办。苏姑娘就在村子里，哪儿也不去。苏姑娘别介怀，大牛这孩子啊，就是心眼太实在了。婆婆哪里话，我怎么会介怀这个？那就好，婆婆先去煮饭，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。苏姑娘，别紧张。村子建在虎嘴崖背后，地处偏僻，山道9曲18弯。最近又是秋末，山上雾大，他傅景林带3000人马围在外头，看着吓人。真要摸进来，没那么容易。他在外面急，咱们在里边歇着，先稳住，再想招。多谢萧公子，但躲总不是长久之计。哦，苏姑娘有何高见？今夜，萧公子能否陪我下山，回一趟苏家？回苏家？傅景元带着3000人马堵在外面，你要往他刀口上撞？正因为他人在山下，把这苏家的人手才会松懈。好家伙，这姑娘是要趁着傅景恒带兵围山，反手抄他的后路。这脑子真不像个被欺负的下堂妇。行啊，苏姑娘，今夜我陪你走一趟。禀侯爷，半边山里已搜过，人呢？回侯爷，未见匪徒踪迹，也未见夫人下落。废物！本侯调了3000人马，连一个弱女子都找不到。山中雾大，又地势险峻，弟兄们，他一定是被山贼掳去藏起来了。给本侯继续搜。秘录，那件能预知一切的神器，他跑不掉，绝不能让他跑掉。传令，找不到夫人，不用回来了。本侯的夫人若有半点闪失，本侯要这无名野山上上下下一个不留。得令。景恒哥哥，西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军中粗野，仔细晶晶着你。西西听见你发火，心疼的紧。景恒哥哥，西西有个法子，你说，不如封山为猎。景恒哥哥调齐3000人马，把整座山围得水泄不通，挨个山头搜。苏姐姐一个弱女子，又能躲到几时？太慢，
这片山林方圆几十里，3000人撒进去，犹如石子入海，一寸一寸的搜，没有10天半月搜不出来。本侯等不了那么久。那西西还有个法子，只是怕景玄哥哥嫌西西心狠。说，既然找不到苏姐姐，不如长期封山。苏姑娘，侯爷，万万使不得！这片山林方圆几十里，沿途有数十村寨，猎户聚居。一旦封山，山中百姓无法与外界交通，恐生民变啊！大人说的是，可是景恒哥哥，你想啊，山林一封，冬天一到，苏姐姐就没地方躲了。她若还活着，许是自己就出来了呢。只要那本秘录在我手中，朝中风云走向，敌我虚实，我便能先人一步稳操胜券。届时再大的弹劾，我都能压下去。可那是数十村寨，上千条人命。西萧，烧山一事，再不许提。我要的是苏燕，不是天下骂名，背上屠民之罪，不值。是西西思虑不周，西西也是想替景恒哥哥分忧。传令，先按西西先前所言封山搜捕。是，调集所有人马，连夜搜山，每队配足火把，将整座山照得如同白昼，一寸一寸的逼过去，封锁所有山口村寨，挨家挨户排查，有可疑之人立刻押回。天亮之前，若还找不到人，再议其他。是。景轩哥哥，你不肯亲手点这把火，可天意从来都不在你我手中。上来，一匹马快，目标也小。驾！这姑娘骑马的动作居然挺利索，不像个被娇养大的千金小姐。萧公子，路上有件事要先与你交代。你说。苏家做了3代生意，米行、布庄、镖局走南闯北，这是乡县人尽皆知的事。但有一件事，除了我爹娘和我，无人知晓。什么？我爹做乡县县尉时，曾与人相约，今蒙受县尉大恩，庇护我等免于非土天灾侵扰。来日但有人持苏氏令牌，我等必随召随往，一呼百应，以报大恩。竟还有这样一桩事？20年前，他亲自带人剿过虎嘴崖那一带的山匪，又在大蝗灾里开仓放粮，救了3县百姓。那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旧部，被他从灾年里救回一条命的猎户、流民，这些年散落在乡县周遭10里8乡，约莫还有100-10来号人。他们手上没有什么甲胄军械，但只要见着我爹的玉佩，他们就会来。一代米的恩情，记了20年。这本是我爹留着以防万一的退路，他从不轻易动怒。但今夜是时候了。这姑娘，他爹靠一袋米攒了100多条人心，他靠一块玉牌就要把这些人心调出来。这世家大族的底蕴果然不同凡响。萧公子，苏姑娘，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今夜我们先回苏家祖宅，取出爹爹留下的旧部名册，分头送出玉牌信物，等这100-10号人聚齐，再借虎嘴崖的天险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傅景恒那3000人马劳师远征，山道狭窄，铁甲难行，未必能讨得了便宜。哈哈，好，苏姑娘，我萧燕今夜就听你的。驾！禀侯爷，搜了一整夜，仍未见夫人踪影。侯爷，弟兄们一夜未合眼，搜了大半座山，让弟兄们让找到人先歇上1-2个时辰，等天大亮再歇什么歇？天一亮，那山雾就要散了。他若趁着天亮翻过虎嘴崖另一头，神仙也找不回来。传令所有人立刻起身，再上山。这一回给本侯一寸一寸的毙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这他娘的搜个什么劲儿？人早就跑没影了。灭了，没事。吓死老子了！
报！侯爷不好了，山上起火了！什么？怎么起的火？说是有个弟兄手里的火把不慎倒进枯叶里，原以为踩灭了，可这秋风一吹，复燃了。眼下火势已经顺着山峰往上烧，多大火势！半山腰已经烧成一片，浓烟滚滚。这山上不知道藏了多少村子农户，若是烧起来，不知道多少人命。御史台一道折子，就能要我的命。传令，全军救火！侯爷，那夫人，人命要紧还是找人重要？所有人放下兵器，看书开火道，大师一甲压火头，谁敢偷懒，军法处置。火！傅景烨，他竟然敢放火烧山！这王八蛋！山里头还有避乱的流民，几十户猎户人家，他真是疯了！走！傅景恒，苏燕，傅景恒，山中数十户猎户，上百流民老弱，你为了抓我一个人，竟敢放火烧山！你的良心何在？放火！苏燕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本侯正在救火！来人，分一队人马，给本侯活捉苏燕！侯爷，这火，救火的归救火，抓人的归抓人。本侯今日两件事都要。傅侯爷，这片山我熟，不如我陪你玩玩。萧公子，苏姑娘，山里头的乡亲要紧，你回去找人灭火，转移百姓。这山下的火交给我。诸位叔伯兄弟，我爹当年与各位有恩，今日燕言斗胆请求各位相还，但还的不是给我苏家，是给山里那些和你们一样苦的人。姑娘吩咐，从此刻起，你们暂归萧公子调度，所有安排、所有部署都听萧公子的。见此玉牌，如见我爹。他说交就交，连一丝犹豫都没有。苏姑娘，这玉牌我替你拿着，这一局我替你拖住他们。萧燕，山中乡亲就拜托你拖住林安君了。诸位叔伯兄弟，分作两队，俩队随我下山找熟悉的山道隘口，专挑林安君落单的小队牵制，扰了就走，不予硬拼。一队由苏姑娘带回村子，护着乡亲们撤去后山高处。记住，咱们是猎户，不是军汉，做的是引路牵制的活，不是正面武报。得令。撤，换地方。萧爷，这群兵也甲兽随后，山路却不熟，咱们多耗他些脚力。不急，这叫敌进我退，敌疲我扰。咱们山里档案也是这个套路。走，换地方。侯爷，那帮人熟悉山林，咱们的弟兄根本追不上，追击队被绕得阵型大乱。不用，继续追。侯爷，山火越烧越旺，要不咱们先全力灭火？灭火！灭完火，萧燕早跑没影了。本侯今日非要把他拿下不可。告诉弟兄们，救火追人两件事都要做，能稳住局面，追回萧燕的重赏。是。按现在这火势，最多2个时辰就会烧到半山腰。萧燕他们还在山道上缠斗，再不撤，夫相，秋末山峰贵绝，5时前后必有反风。傅景恒的人在山脚救火，在山道追人，根本没人懂这一带的风向规律。大牛，上来！哎，大牛，风向变了，我要往山下道观，立刻通知萧燕，让他带人撤到高处，立刻，马上！山道离这儿好几里路呢，俺跑过去也来不及啊！你们村子没有传讯的法子？哎呀，有，俺糊涂了。小黑，去找头，快！公子，林安军主力压上来了，咱们这点人再缠下去要被包饺子。再缠一会儿，等山火逼上来，他们自己就乱了。方向变了，
苏姑娘，她在那么远的瞭望塔上，竟看出来了。全员听令，立刻撤，往后山高处撤，快！侯爷，萧燕怕了，逃了！追！活捉萧燕者，赏千金，封校尉。侯爷，山火，追上去再说。杀！这火怎么？着火了！撤！快撤！撤！全部撤！侯爷，大事不好！火头已经越过山脚，烧向官道了。官道两侧是乡县最大的产粮区，再烧下去，秋粮就……良田，乡县3县的秋粮，朝廷的军粮。掉头！全军回头救火！传令各营，所有人不论伤兵辎重火头大小，全部下山救田田，砍树开火道，打实麻布压火头，谁敢退后一步，就地正法！得令！烧了！乡县3县的秋粮，朝廷的军粮。那是乡县3县百姓一整年的口粮，是多少户人家娃娃过冬的饭碗。这笔账迟早要你还。山火失控，毁田千顷，傅景恒这次算是把自己玩进去了。萧公子，咱们也得早做准备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御史台一刀折子就能要我的命。景恒哥哥，西西，朝廷若知道是我傅景恒治军不严，纵兵失火，毁田千顷，御史台一刀折子就能要我的命。景恒哥哥，别慌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场大火到底是谁烧起来的？什么？山中盘踞着山匪萧燕，听闻他与朝廷有仇，行事乖张。景恒哥哥带兵围剿之时，山匪走投无路，狗急跳墙，纵火拒捕，殃及良田。景仁哥哥不仅没有过错，反而是奋不顾身，舍命救田的大忠臣。山匪纵火拒捕，西西，还是你懂我。传令，连夜返回侯府，本侯要亲笔写折子。苏燕，只要你爹娘还在我手上，不怕你不就范。得令。人在末路时最听话。苏燕，你以为躲到山上就赢了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一段新词，烦请3位先生过目。苏姑娘，这说的可是那件事。苏某只写了段顺口溜，谁对号入状是谁自己的事。那也是百姓吃饭的事情。虽说老朽也不愿意让这件事儿被这么糊弄过去，可是姑娘，这词儿一出口就是捅破天的祸事儿。哎，老朽这把骨头不打紧，茶楼上下几十口，定金每位50两。事成之后，若风声紧，3位可携家眷北上苏州，苏家闵行已备好住处。这单生意老朽接了。说书人这张嘴，今日不张，留着何用？燕言多谢各位先生肯为百姓开金口，要让乡县每一个老幼妇孺都能脱口而出，明白真相。苏姑娘放心，咱们都是茶楼嘴最利索的先生，这点小事办不清楚，没脸回来见你。多谢，恭送各位。带兵围山黑心肠。苏姑娘，你这是唱戏？唱给乡县3县的百姓听。傅景恒那个货色回了城，肯定立刻写折子，把烧山烧田这口大锅扣到咱们头上。你就靠几个说书的编段子，真能扳倒一个侯爷？我不是要扳倒他，我是要把烧山烧田的真正始末
先一步钉进百姓耳朵里。傅景恒的折子写得再漂亮，也快不过茶楼里的醒目。这把火烧的是襄县3县最大的产粮区，秋收前毁了良田，事关朝廷军粮。这等大事，朝廷必然派御史下来彻查。御史一进襄县，满街茶客、贩夫渔妇，开口都是同一桩事：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御史台敢不查？查了又敢轻判？几张嘴皮子就能把傅景恒钉死在烧田的罪名上？这丫头哪里像个19岁的闺秀？真荒唐，真荒唐！带兵围山黑心肠，浓烟滚滚遮太阳。反说山匪闹山浪，良田千顷化焦黄。天知道，地知道，官家藏着坏心肠。听说没？侯爷那一把火烧了3县的酒粮，天打雷劈的事都做得出来，还反咬山贼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哪有什么山贼？就那山上，就是几座穷苦庄稼户、一些猎户搭起来的村子。我男人可看见了，那晚上山上照得跟火龙一样。听说是找什么人？这么多火把，可不是容易烧起来。火烧良田这么大的事儿，就赖在人家头上。够了！侯爷，外头整个乡县都在唱，传令，满城加强巡查，谁再敢借这首歌煽动人心，不论老幼，一律带回问话。是，这首歌是苏燕编的。他不是躲着不出来吗？好，把苏家二老给我从密室里带出来。侯爷，他们年事已高，怕是经不起，经不起也得经。带去菜市口，只要苏叶一日不出现，他们就一日不能离开。给水给饭，保证他们无恙。苏燕，你不是会算计吗？我就把你爹娘留在街上，看你出不出现。侯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违者一并带走问话。这苏老爷、苏夫人何等慈善人家，年年施粥赈灾。侯爷这是要逼人现身呐！留了1天了，连口粥都不让旁人送。造孽呀！这哪里是侯爷该有的仁义，分明是在失了民心。各位放心，我们还挺得住。但凡有见过我女儿，请他千万藏好，不要出来。苏家在这里先谢过了。不许乱说，闭嘴！苏姑娘，咱俩在这破茶铺守了一整天了，我斗胆问一句，咱到底等什么？等一个人。这话你说了几遍了？你爹娘还绑在菜市口，你不急？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马上。急，正因为急，所以更不能轻举妄动。傅景恒暗中调了上百官兵守着，就是等我自投罗网。我等的人今日必到。我家那口子昨儿路过菜市口，苏老爷和苏夫人还被绑着呢，一天下来也就喝了些水。那可是苏家老爷、苏夫人啊！前年大旱，咱们村几十户人都是吃他们家的米活下来，现在被侯爷捆犯人一样绑着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！何止啊！现在不是还到处抓唱那首童谣的人吗？可得把娃娃嘴巴捂紧了，老天爷不开眼啊！好人没好报。放肆！谁让你们议论侯爷的？给我抓起来！大人饶命！我们就是随口说说，犯了惑众诽谤的大罪，拖回去先打30大板。放手！哼，哪里来的臭小子，敢管侯爷的事儿？3个妇人垂衣闲谈，就要被打30大板。侯爷的王法倒是新鲜。哟，还有个嘴硬的小娘子，一起绑了，连带着这小白脸都拖去衙门。京晨来了。
温御史温炳廉，原书里出了名的清官，刚正不阿，三朝老臣，老皇帝的心腹。你终于来了！住手！哪里来的老头？没看见我们临安侯府办差吗？滚一边去！老夫问你，这3个妇人犯的何罪？犯了惑众诽谤大罪，侯爷有令，满城戒严，凡议论侯爷者，一律拿下。民间妇人河边闲谈，便是惑众诽谤。哎呦，这是侯爷的吩咐，谁都不能违背。老头，你再多嘴，连你一起绑了。好一个谁都不能违背。老夫御史台左副都御史温炳传，奉天子之命，南下相见，彻查烧田大案。御史大人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大人饶命！侯爷的命令大过天子的王法吗？老夫倒要看看，这位临安侯是不是连御史台都敢压一头？大人明察，侯爷正在府中等您，小的这就给您带路。大人，民女苏燕乃临安侯旧相识，家父家母此刻被绑于菜市口已3日，民女恳请随大人同往侯府，当面对质。你便是苏家女儿？正是。苏家一事，老夫有所耳闻，你随老夫来。县爷，总算想开了，为了你爹娘，还是肯出现的吗？苏姐姐，妹妹真是不懂，伯父伯母年纪一大把，被绑在菜市口，姐姐居然能沉得住气，躲在山里头看着不管，这哪里是当女儿的样子？哎呦，可算把这丫头抓回来了！我儿好心好意收留你，你倒好，别那些下三滥的歌谣污蔑我儿。你爹娘这种货色养出来的女儿，果然是个麻烦。燕燕，跪下来求我，把神器交出来，本侯念在旧情，可以让你爹娘喝口水。好，我不跪。父侯好大派头，不知本御史可要与苏姑娘同跪？你是御史台左副都御史温炳良，奉天子诏，彻查乡县烧田案。周大人，下官不知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里面请。父侯，老夫一路南下，满城孩童口中那首童谣，老夫听了。焦土千里，寸草不生的稻田，老夫见了。菜市口那2位被晒了3日，连一口水都不能喝的老人家，老夫也亲眼看见了。本来老夫还想着，临安侯也是草莽出身，最知民间疾苦，断不会做出鱼肉百姓、烧毁军粮的勾当。现在看来，百姓的话竟无一字虚言。大人冤枉啊！烧田的不是我，是清风寨的山贼，而幕后主使正是我那心机毒辣的贱内苏燕。心机深沉，心狠手辣，烧的山是他让烧的，毁的田是他让毁的。那首污蔑朝廷命官的童谣也是他编的。他苏家私藏军备，安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大人明察呀！大人，西西也亲眼所见，苏姐姐3日前就带着山匪提着刀闯进侯府，景轩哥哥念他是糟糠之妻，不忍下手，才被他反咬一口啊！大人，你给我儿做主啊！我儿子鞠躬尽瘁，剿匪赈灾，全是被这个女人害的。够了！老夫问的是烧田烧粮一案，父侯只需要如实交代，何故口口声声攀要他人？既然父侯有口难开，那也就不必开口了。大人，来人，在！父侯抗拒皇命，阻挠公务，蔑视律法，即刻封锁临安侯府，将傅景涵暂时收押后院厢房，听候老夫细查。未得老夫之命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你不能，本侯！苏燕，你别得意，本侯和你没完。有完，我和你今日就完。星火燃千愁，心中府里头还有小妮和这些当差的瞎了眼，这是侯府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身着诰命，
言行无状，浑身珠光碧砌，临安侯的家风可见一斑。都是你这丫头，我儿子侯府都被你给毁了！放肆！此妇刁蛮无理，当街辱骂朝廷命官，冲撞天使，按律法可是当受30大板。大人饶命，老身没冲撞。老夫念在尔等年事已高，留你体面，不予计较。再闹，老夫可就不是弹劾那么简单了。不要！我的儿啊，我的儿！侯府被封了，这叫报应！老天爷开眼了！我御史请见大老爷。苏姑娘，大人，你双亲还在菜市口，你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夫已经派人去解围，你速去把二老接回来。大人大恩，苏衍此生不敢忘。起来吧，老夫是为百姓伸张，不是为你一家。御史台办差，围困菜市口的临安兵，一律收缴兵器，原地拿下。青天大老爷，老天爷开眼了！打得好，抓得好！爷娘，苏家的好女儿，老天爷开眼，好人有好报。真荒唐，真荒唐！放火烧山黑心肠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天网恢恢报应到。温炳莲，温炳莲！御史台下到地方，只有彻查奏报之权，无就地处置之权。他要正本侯的罪，必须把折子送回京城，由陛下亲自裁决。只要他的折子送不出来，本侯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厨房送饭的婆子西西塞了些银钱。景航哥哥，这是温炳莲的折子出不了乡县，我手上还有最后12名死士，藏在城南老宅，从未启用。今夜杀御史，折子毁尽，明日本侯还能东山再起。景航哥哥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烧田一案至多是渎职，是贪墨，降级消食一流放，总有一线生机。可一旦你刺杀御史，这就是谋逆之罪，九族尽诛，永无翻身之日。这个蠢货，一把火烧了3县秋粮，已经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，现在还要去捅御史。眼下只要我们等着拿到苏家养私兵藏军备，意图谋反的铁证，你烧田这点事不仅功过相抵，还能立大功，东山再起。等多久？请温炳麟的折子递到陛下案前，本侯就是死罪。你以为本侯还有时间慢慢去找苏家的把柄？可就要这个脑子根本带不动，再绑在他这条沉船上，我陪他一起死。景恒哥哥说的是西西愚钝了。傅景恒，你这条船要沉了，我怎么能跟着你这种蠢货耽误下去？3县秋粮尽毁，乡县拿不出军粮，朝廷必加赋税，赋税一加，流民遍地，便是兵戈四起。老夫能查得清义庄烧田案，却堵不住这滔天的乱世啊！树下的小友藏了半个时辰了，不上来陪老夫喝杯茶？这老头眼睛还挺毒。请坐。粗茶，小友莫嫌。大人，您可抬举我了，我就是一个草寇，喝什么都一样。小友若称草寇，天下9成的人都要自惭形秽了。这老头怕是把咱们的底摸了个七八八。
大人放心，我萧燕今夜来此，绝无恶意。苏姑娘担心大人安危，让我来守一夜。苏姑娘有心了。老夫的孙女儿若是没饿死，今年也该她这么大了。饿死？大人，您是御史台的左副都御史，又是个大清官，怎么孙女还能饿死？小友，你年纪轻，没看明白。这是乱世，而非治世。治世做清官是为民请命，是青史留名；乱世做清官是要把自家的米粮一代一代发下去，是看着全家老小一个一个饿死在院子里。乱世做好官，连孙女都活不下来。大人，今夜我就在这驿站外的房梁上，您只管睡您的觉。哼，燕燕真是料事如神，果然来了。有刺客！抓刺客！有人行刺御史！大人，刺客！留个活口问话，其余人等就地格杀。你是何人？大人问话，还不快说！小的是苏家的私兵。本官最厌诬告构陷，现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谁？只要你咬死了苏家，你那娘子那2个娃，本侯保他们一辈子吃穿不交，良田百亩，奴仆成群。小的确实是苏府的死士。你放屁！大人，此事怕是不能不查。刺客口口声声咬定是苏家死士，又是在大人下榻之夜行刺，若不彻查苏家，此案上奏朝廷，难堵悠悠之口。传苏姑娘。大人，您小友，苏家若清白，便经得起查。傅景恒这条毒计是冲着苏燕的命来的。萧公子今夜守在驿站，傅景正要是动手，也就在这1-2个时辰之内。苏姑娘，周大人有请。这大半夜的，周大人请仙儿做什么？莫不是出事了？苏姑娘，周大人差小的来请姑娘走一趟。这个时辰，周大人传我，所谓何事？小的不知，大人只吩咐务必请苏姑娘即刻到驿站一趟。喂，这大半夜的，娘和你一起去。半夜，老夫人受惊了，经此一日折腾，老夫人和老爷该好生歇息才是。我家上峰也是这个意思，绝无恶意，请姑娘放心。周大人不是无端之人，这个时辰传我，必是出了大事。娘，没事，周大人是好人，您和爹放心歇着。爹，娘就劳您看着了，我去就回。去吧，路上当心。烦请带路。苏小姐是属下呀！苏小姐，你可不能不认我呀！属下跟了苏家3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出生入死。大人，苏姑娘，此人自称是你苏家的私兵，这桩事你怎么看？3年，这位壮士既跟了我苏家3年，那本姑娘倒要请教，我苏家祖宅大门朝哪个方向开？回小姐，朝南。我苏家米行大掌柜姓甚名谁？回小姐，姓周，单名一个茂字。
答得太快太准了。傅景恒，你这次是把功课做足了。大人，下官斗胆进言，此人对苏家祖宅米行细节如数家珍，若非真为苏家私兵，断不能至此。大人，苏氏暗养死士，行刺御史，此乃滔天大罪。大人三思。理应即刻将苏氏一门尽数收押，连夜起草折子，800里加急上奏陛下，以正视听。迟一刻处置，便是一刻先机。若让苏氏察觉，暗中转移人证物证，到时再难彻查。胡扯！一个嘴硬的死士，几句背后的瞎话，你们就要把苏家满门往大牢里送？你们动动脑子！放肆！御史台办差，岂容你一介草民咆哮公堂？萧公子，前2题问的太正，他答的自然是，那就问一道傅景恒根本想不到要去告诉刺客的题。壮士既跟了我苏家3年，那这一题应当也不难。家母姓什么？苏姑娘，按尔等大族规矩，主母明慧本就不许下人乱呼。哼，他答不上来，未必能证明。属官大人，那也只是不许乱呼，可不是不许知晓。属官大人方才不是说他对苏家细节如数家珍吗？我苏家3代经商，母亲嫁入苏府20年，乡县上下提起我母亲，开口便是苏夫人，闭口也是苏夫人，世人皆以为那是随了我父亲的姓。可凡是真在苏府待过哪怕1日的人都晓得，家母本就姓苏。家母与家父同姓，按本地婚俗，同姓本不该通婚。当年家父娶母，是改了族籍，报了远宗，才把这门亲事办成的。正因如此，母亲的姓氏从来不挂在人前，可凡是在苏府当过差的亲信，都晓得这一桩。这位壮士，你跟了我苏家3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连我母亲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苏家是你的恩主？这个细节，你的主子一定知道，只是他忘记告诉你了。你不必再答了，老夫从你一开口便起了疑。苏姑娘进门那一刻，你脱口而出的是苏小姐，一个跟了主家3年的私兵，对自家小姐张口就该是小姐，独独你叫了苏小姐，那是外人才有的称呼。雇主给你的功课再细，也总有疏漏。苏姑娘只要往下问3、5句，必能问出破绽。可你明知会破绽百出，仍咬牙不松口。一个甘心死路一条的人，必有比死更怕的东西攥在别人手里。老夫在看你这一身骨架，肩宽臂长，虎口横锏，握的是军中制式长刀，这般身手，在军中最不济也是个校尉。一个能领兵的校尉，甘心当一个无名死士来此送死，若不是有把柄攥在人手里，老夫不信。17、12，老夫给你2条路，你交代清楚，是谁逼你，用什么逼你，做了什么？这桩刺杀御史的罪，老夫只问你一人，主罪还是你的雇主？你不交代，按律刺杀朝廷命官，本官一旦上报，律法难道会留你3族吗？你扛着是为了护他们一辈子，可你扛下这条罪，他们一个也活不成。大人明察，小的本是小兵，临安侯抬举升上了校尉，可前日他把小的叫到书房，让我带几个人刺杀温御史，成则成，败则咬死苏家。他说只要小的咬苏苏家是私兵，便保我妻儿一辈子吃穿无忧，可若是小的不从，他便要把我妻儿囚禁。小的不是苏家的人，是傅景恒，是傅景恒要小的来栽赃苏家。有何凭证？有，傅景恒给小的酬银50两金子，还有一封写明事成之后给妻儿安置田宅的契书。小的怕路上被人发现，全部藏在了城南土地庙后墙根下第3块青砖之下。岂有此理！大人，
下官险些被这奸贼蒙蔽，灵感使如此恶毒构陷的伎俩，抓人质挟刺客，栽赃忠良，其心可诛。烧田毁粮，杀御史，构陷苏氏，桩桩件件都是大不赦之罪。大人，下官这便回去起草折子，800里加急，务必将临安侯所行之事一字不漏上达天听。来人，在！即刻调30名差役，带这个人去城南土地庙起葬，原物封存，不得损坏一丝一毫。再调1队禁军，给我守住临安侯府后院厢房。傅景恒，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出去。得了，多谢大人，多谢苏小姐。大人，方才下官险些误判，错怪了苏姑娘。下官……哎，属官大人别忙着自责，幸好温御史明察秋毫，要是都和您老人家一样糊涂，我可就要急眼了。谢大人说笑了，下官还得赶着回去写折子，先告辞了。傅景莹，你这个黑心烂肠的狗官，烧了我们的良田，要饿死我们一家老小啊！我家3个娃，今年冬天怎么过？他凭什么躲在里面？把他拖出来！退后！傅府已经被御史大人封锁，无关人等不得擅入。皇命未到，傅侯爷的罪还没定，谁敢私闯，按冲撞钦差论处。什么时候定罪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，这都关3天了，官兵把咱们家围得跟铁桶似的，又不抓人，又不放人，这算个什么意思啊？娘，您坐下。我坐得住吗？外头那些人骂得多难听，你听见没？让他们骂。儿啊，温御史的折子递不进京师。什么？那夜我虽未能除掉温炳良，可这3年里，沿途驿站传信官墙，本侯早就喂熟了一批人。他的折子从襄县递出去，能到京城的10不存1。温炳莲是御史台的人，没有皇命，他动不了我。他要定我的罪，必须等陛下亲笔朱批。只要折子送不出去，本侯耗得起。哎呦，我的儿，西西呢？西西怎么没动静？他不是说能搭上经理的关系吗？怎么一点信儿都没有？娘，您别急，府外这般戒严，西西一个弱女子哪里进得来？她在外头，怕是比我们还急。等这阵风头过去，西西自然就回来了。傅景恒犯下滔天大祸，还妄想脱罪，简直做梦！我可不能跟你一起死。这次选秀人手紧缺，任务又重，愁死人了。最近不太平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到京城。太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机会！只要能进了皇宫，我便什么都有了，荣耀、权势，还有袁淑琳那尊贵的皇后身份。官员大人，西西乃落魄苏家嫡女，今特来毛苏自荐，愿入选秀之列。苏姑娘美貌出众，仪态万方，正合需要。姑娘，你的名字已经记下，出发须乘水路，须等汛期，约1个月后启程。最近很不太平，请姑娘在家中静候，不要随意出门。谢大人，1个月后入宫，荣华富贵触手可及。傅景恒，你就自己慢慢玩。青天大老爷，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，良田都被烧光了，这个冬天我们怎么活呀？傅景有违法理，大人您倒是把他抓起来呀！各位乡亲，御史大人正在彻查烧田案，傅侯爷的罪须待陛下定夺，御史台无权擅自处置侯爷。什么陛下不陛下？我们就要他偿命！他烧了我们的田，凭什么还能在府里好吃好喝？退后！父亲！各位乡亲，烧田之事，朝廷必有公道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明日卯时，苏家米行开仓放粮，每户1小担。苏姑娘，撑过这半个月，朝廷的赈灾粮便到了。苏家与诸位乡里乡亲风雨同舟。苏姑娘，大恩大德。喝口热的。谢谢。
还想着白天那汉子。施恩莫忘报。孔老夫子说过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人饿着肚子呢，失了礼节，骂2句也算不得什么大错。萧公子啊，你不是说自己文化课不好，历史只考30多分吗？这跟那个不一样啊！我文化课不好，又不是一个字都不认识。论语、孟子、老子至少背过前3页。就前3页，前3页里头照样有仓廪实而知礼节。在校把茶端走。这哪是粥，这是涮锅水吧？这位大哥，苏家的米仓已经尽底，朝廷的赈灾粮还没到，只能这样了。我说苏姑娘，你们苏家不是有钱有粮吗？怎么越发越稀？就是开始还能见着米粒，现在就是糊弄人。你们苏家是不是把粮藏起来了？看着百姓饿肚子，还想留着发国难财呢？京城，苏家米仓的账目每一笔都登在册子上，诸位想看，随时可去米行查。查个屁！老子不识字儿，老子今天就要喝稠的。小心！找死！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东西！苏姑娘不是连日不睡熬粥，你们这些天吃什么？半个月前就是苏姑娘开仓放粮，这粥喝得稀，是因为苏家也快撑不下去了。你们居然还要抢！你们再敢动苏姑娘一根头发，老娘跟你们拼了！好心施粥，你居然倒打一耙！苏姑娘是好人，谁动她，我们跟谁拼命！我们就是说说。苏姑娘没事吧？吓着没？苏姑娘您歇着，我们替您看着锅。仁心孩子。苏姑娘，周大人请您去驿站一趟，说有要事相商。大人，大人，苏姑娘、小友，襄县出匪患了，城外不少村民活不下去，以落草为寇。昨夜东岭下的赵家庄被劫，粮仓被抢，伤了3人。那些人原本都是附近庄户，老实巴交的百姓，若不是被逼到绝路，谁愿拿刀抢人？可他们一旦开了这个头，襄县周遭就乱了。今日抢粮，明日便可能杀人。更要紧的是，苏家开仓放粮，近来名声在外，老夫担心他们下一个盯上的便是苏家米行，甚至是苏宅。多谢大人提醒。老夫已召集城中可用差兵役准备入山平乱，只是能招降尽量招降，实在执迷不悟，持械伤民再杀。大人仁心，仁心。老夫只是知道，若有一碗饭吃，他们未必会走到今日。大人，这趟剿匪，我去。你萧公子不可！山匪如今已成气候，山道险峻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性命之危。你并非官绅，平乱剿匪乃我等职责，怎能让百姓冲在前头？萧炎，山路我熟，哪里能绕到后面？我比你们都清。可你并非我们的人，不必替老夫冒这个险。大人这话我不爱听。我和大牛流亡到襄县，差点饿死在山道上，是文婆婆把我们捡回去，一口热粥，一床旧被，把我们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文婆婆是襄县土生土长的人，这山里那些老弱妇孺也都是襄县的人，他们护过我。如今襄县有难，我萧炎不能缩在后头看热闹。一个流落江湖之人，尚且知恩图报，我等是朝廷俸禄，更不该退。大人，萧公子所言有理，襄县山地险要，若有熟悉山路之人带路，必能减少伤亡，也能少造杀孽。是啊，大人，咱们要招降，便更需摸清他们退路与藏剑处，不能逼得他们狗急跳墙。我父亲旧部散在襄县周腰，如今已有部分重新聚起，他们熟悉村落山径，也能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匪徒，哪些只是被裹挟的灾民。若大人准许，我可召集他们一同入山，听大人调遣。苏姑娘，你苏家已为襄县开仓施粮，如今还要再出人？苏家受襄县乡亲敬重多年，如今乡亲有难，
苏家不能只守着门楣自保。况且，若匪患不平，闵行、周鹏也撑不了多久。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大人，使不得。这一礼，老夫不是以御史之身行的，老夫是以一介白身，以乡县万千百姓中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，替山下那些快要活不下去的乡亲谢苏姑娘与萧公子的义举。我等也替乡县百姓谢二位。乡县有诸位，是百姓之幸，真正为百姓撑着这口气的是您。大人放心，我萧燕别的不敢说，认路、打架、保命，还算有几分本事。此去入山，我会尽量带人回来。好，明日卯时，队伍出发，能不杀便不杀。是。一路小心。苏姑娘，这话你已经说第3遍了。那你就听3遍。行，听30遍也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头一回出门的小媳妇儿，被家里夫人塞了一包又一包东西。萧燕，别逞强，你熟悉山路，也别仗着熟就冒险。放心，我一定全虚全尾回来。时辰到，出发！原书里，萧燕天生将才，能在北京千军万国里杀出一条路。可那是原书，现在剧情早就乱了。乱世的土匪不是话本里的喽啰，他们饿过、怕过、红了眼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去歇一会儿吧，我不困。剿匪回来了！剿匪成功！萧燕！你受伤了？你伤在哪儿了？流了多少血？萧燕，你……别动，小伤而已。你管这叫小伤？血都渗出来了，你还小。仙仙，没事。可算到了。快看，是押粮车！哎呦，温大人，下官跟您说，自从接下这趟差事，下官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啊。夜不敢寐，日不敢休，星夜兼程。乡县这地方实在偏远，下官又怕走小道遇见匪患，只敢走大道，结果就绕了远路。下官心里这个急啊，每多走一日，就怕百姓多饿一日。还好，乡亲们精神尚可。梁大人不必自责，乡县能撑到今日，多亏了苏家与几位富户倾力相助。开仓放粮，施粥救济，又多亏了萧公子带人入山平乱，剿匪急到，才没有酿成大乱子。若是这事，小伤。禀大人，京中天使到！下官温炳廉恭迎林大人。周大人，临安侯一案，本官奉旨南下，专程而来。下官恭听。乡县受灾严重，朝廷议定免3年赋税。免3年，太好了，总算是熬过来了。至于傅景恒，烧毁良田，刺杀朝廷命官，派人截留密报奏章，构陷忠良，数罪并罚，押解回京，一律严惩。家眷流放，无诏不得归京。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！尘埃落定。温炳廉，你这个老匹夫！朝廷没下圣旨，你凭什么封我们临安侯府？老娘是堂堂诰命夫人，我儿子是堂堂
锁了？老娘就说嘛，朝廷不会冤枉好人。傅景恒何在？林大人，傅景恒，接旨。下官接旨。傅景恒烧毁千顷良田，刺杀朝廷御史，还有派人截留朝廷文书奏章，构陷忠良，数罪并罚。不可能，折子不可能送出去。押解回京，一律严惩，家眷尽数流放，无诏不得归京。问斩！我的儿啊，我的儿！李大人，西西，白莲溪呢？他说他有办法救我的。救你？你犯下不赦之罪，谁能保证救你？白练溪是谁？她算是下官的妻子。是，西西是我儿亲口认下的妻子，是我们傅家的人。来人，取家眷名册。名册之上并无此人，既是傅府家眷，为何不入名册？为何不在府中？传令，立刻彻查白莲溪下落，既是傅夫家女，同罪同罚，流放岭南，一个不能少。有令。西西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！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躺着。小友，老夫今夜来是有一桩正经事要与你商量。大人这副表情，可是要给我说媒？你这张嘴，老夫这些日子看在眼里，剿匪平乱，押送粮车，你那一身武艺，那一份将才，埋没在乡县山林里，可惜了。老夫此次回京复命，若你愿意，老夫愿亲笔写下举荐信，举荐你入兵部，从军入伍。以你的本事，3、5年内必能挂印封将。乱世正缺良才，你这般的人该去更广阔的天地。别逞强，谢谢。你受伤了，丞相。举荐信，温御史果然慧眼。原书里，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，从大头兵到先锋，再到镇守北境的大将军，最后锋芒立息，名垂青史。跟着温御史回京，挺好的。京城那么大，朝堂那么广，才配得上他这一身本事。萧炎，去吧。这一次，不是袁术推着你走，是你自己选的路。慢走！大人是青天，是乡县的恩人。老夫此去，必将乡县百姓的话一字不漏禀于陛下。他是不是已经先一步上车了？找谁呢？你怎么没走？哟，苏姑娘，你这是很希望我离开？不是，我就是温御史那条路多好啊！你在袁术里就是大将军啊，留在乡县你就当不成大将军了。唉，苏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曾经就是被军队踢出来的人。这刚走没多久，转头又灰溜溜跑回去，多没面子呀！你。大人一路平安。傅景恒，我本来已经选上秀女了，再过1个月就能入宫，是你告发的我。礼部把我拖出去打了30大板，还把我从秀女名单里除名，现在还要连累我去岭南做苦役。你抛下我跑了，还妄想凤位，凭什么？要不是被查到，我们都不知道你混进秀女队伍，你倒挺有本事啊！背着我儿子攀高枝，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养出傅景恒这种废物，至于走到这一步吗？你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结局一定。